我手上拿着的是任天堂 Switch 2的主板，哇，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啊？这个 Switch 2还没上市呢，我们是怎么搞到它的主板的呢？还是得感谢万能的闲鱼啊！那天我们的老朋友 Colonel 啊，正是在闲鱼上买到了这个 Switch 2的主板啊。当时他看到这个还有点怀疑啊，说怎么可能啊？结果放大一看图，哎，我去，这不就是之前泄露的那个主板吗？哇，这个 CPU 分装还真是 Switch 2啊！说时迟那时快，赶紧我们就花了1000块买下了这个主板啊！现在呢就到了我手上了。那这个主板我已经帮你们试过了，它通电之后是点不亮的，不知道是因为损伤，还是因为缺少其他的硬件，还是说它压根本来就是个半成品啊！反正光有个主板，我们也肯定没法手搓出一台 Switch 2，对吧？也没法提前玩到 Switch 2的游戏啊。但是有一个事儿，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我们是可以做的。什么事儿呢？就是逆向一下 Switch 2用的这颗英伟达的芯片，把它磨开来拍摄它的这个 die shot， 看一看这一代 Switch 2的硬件配置到底是啥样的，几个 CPU， 什么规格的 GPU， 马上我们都能知道了。我们还可以把它拿去做 FIB-SEM， 也就是用离子束切开这个芯片，然后借助电子显微镜来判断它的工艺制程，来看一下到底是用三星8纳米还是用5纳米制造的，甚至还可以用规格近似的 PC 显卡来模拟一下这个 Switch 2的性能，看一下它到底是个啥水平啊！这期节目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抓紧点赞、收藏、转发、关注我们频道。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我们拿到手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把 Switch 2的主板和2个初代 Switch 的主板放在一起做对比，你会发现啊，这个主板是要比2台初代大了整整1圈啊。除了机器尺寸的增大之外，这也是因为 Switch 2把它的卡带插槽集成进了主板里，而不像以前那样做单独的小板了。那有一说一 ，Switch 2这块主板的集成度并不是特别高。我们这一次啊，也把正反两面的一些重要元件给标了出来啊。背面啊有海力士的256G TLC UFS 3.1的储存芯片，联发科的 WiFi 蓝牙芯片，小螃蟹的音频以及 SOC 的2项媲美供电，总共可以提供34.4瓦的供电能力。当然，这个只是供电能力啊 ，Switch 2的芯片实际功耗肯定是远低于这个数的。然后正面有 PCB 的生产信息，这一块是在2024年36周制造的，内存颗粒是海力士的 LPDDR5X 颗粒，单颗6GB 容量，2颗组成了128位的位宽，标定是8533MT 每秒的速率。但是 Switch 2不会跑那么高的内存频率，应该是会和以往一样降频来用的。那中间这一位啊，就是今天的主角 Switch 2的心脏啊，一颗来自英伟达的 SOC， 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如果和前代 Switch 的 Tegra X1 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核心面积非常大，足足有207平方毫米，相比20纳米的原版 X1 都翻了快1倍，更不用说续航版、Lite 版还有 OLED 版上的这个16纳米的新 X1 了。Switch 2这个200多平方毫米的核心面积，已经比 RTX 3050上的 GA107 要大一点点了，它甚至比 AMD 的7840H、苹果 M2 还有高通 X Lite 都要来得更大。那到底是老任老黄这俩哥们儿终于舍得堆料了吗？还是工艺落后、密度太低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啊。这颗 SOC 的生产编号 GMLX30， 修订号 A1， 核心由三星工艺制造，24年第21周在台湾分装。我们这一颗核心拿到手啊，这个左下角就已经有一点开裂了，搞不好它就已经是坏的了，但不影响我们逆向分析啊，所以我们就拉上了这次立大功的 Colonel 直奔实验室啊。那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开盒啊，去分装了。先用镜像显微镜来看一下金属层，因为金属层上可能会标有厂商的标记信息啊。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找到了老黄给我们留下的标记啊。没想到啊 ，Switch 2的这个芯片，它的名字真的就叫 T239。我记得最早21年就已经有这个爆料了，今天总算是给它实锤了啊。而 T239这一颗芯片的流片时间也是2021年。哎呀，2021年就已经设计完成的芯片，2025年才投入使用，这感觉已经是老任跟老黄合作的这个常态了啊。作为对比，我们也开了一颗 GA107， 这个芯片2020年流片，21年就上市了，就隔了1年时间。所以你就明白这个 T239的隔了4年的间隔，对吧？这个实在是有点久的异常了啊。也有点印证了之前的一个传闻啊，就是 Switch 2很可能本来是要更早以前推出的，因为各种原因才拖到了2025年。
那聊 T239之前啊，先科普一下，它所属的产品线呢，就是 NV 以前的 Tegra 产品线。初代 Switch 用的就是 Tegra X1，再往前追溯的话 ，Tegra 还出过手机芯片，当年的小米3就用过这个。不过时至今日啊，老黄已经不叫它 Tegra 了。后来这些 SoC 呢，都被纳入了 Jetson 边缘 AI 的产品线，还有汽车产品线里。目前市售的是 Orin，像小米苏7、仰望 U8，还有理想、小鹏等很多车都是用的 Orin 系列的芯片。它的另一个名字叫 T234。你看，一个 T239，一个 T234，这不就滴血认亲了，对吧？然后啊，我们也该请出老朋友万扯淡了，帮忙把这个 Switch 2的 T239芯片磨开来，看一下它的 Die Shot 了，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说实话，哪怕都是出自英伟达的设计，这个 T239的 layout 也要比同门的 T234乱了很多啊。所以这个 Die Shot 上，我们目前能确定得了的，就是 CPU 部分、GPU 部分和内存控制器。那正如同传闻一样，这里就是 T239搭载的8核 A78C 的 CPU 了。中间这一大块是共享的4兆 L3 缓存，而每一个 A78C 核心里还有自己的256K 的 L2 缓存。非常巧的是 ，T239单个 A78C 的面积和 Orin 单个 A78AE 的面积是一模一样的。Orin 用的是三星8纳米的工艺，所以呢，对吧？这个密度上面就已经在暗示它的这个工艺制成了啊。那作为对比啊，我们这里也列举了其他一些用了 A78 CPU 的这个单核面积。那 T239这个面积怎么着也不可能是三星5纳米就是了啊。那顺便说一下，就是 A78 后面标的这个 C 啊，还有 AE 啊这些后缀啊，其实对于它的性能是没多大影响的。那这个 C 是什么意思呢？是 compute 的意思。按照 ARM 的规定，普通的 A78 就只能配置1到4核，像这种单簇8核的为笔记本或掌机设计的 CPU 啊，就得纳入这个 A78C 的范畴了。而另外一个 A78AE 呢，它是为汽车或者安全用途专门准备的，所以 T239用的这个按定义来说就只能是 A78C 啊。那说完 CPU， 外面包裹的这巨大一圈就是它的 GPU 了。T239使用了 RTX 30系显卡上的安培架构，一共6组 TPC， 每个 TPC 包含2组 SM， 每组 SM 包含128个CUDA， 所以总共就是1536个CUDA核心。哎呀，这个坊间的爆料是再次命中了啊！不过 T239的 GPU 长相是非常的怪异啊，它的其中2组 TPC 和另外的4组是分隔开的，这么不规则的设计在老黄的芯片里实属罕见了啊。另外啊，尽管它是安培架构的，但是 Tegra 的安培，不管是 T234的还是 T239的，从 layout 上看呢，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更接近后来40系的 ADA 架构，跟30系显卡的安培反而不是特别像。我不知道特性上是不是也用到了 ADA 的特性，还是只是单纯芯片 layout 上的相似啊。反正 Orin 的 GPU 长得也是更像 ADA，但是 NV 说它是安培，那名义上讲这个 T239肯定也是安培啦。从面积上看呢 ，T239的每一组 SM 的面积相比 Orin 减少了22%。但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俩 Tegra 的 GPU 啊，单个 SM 的面积都要比3090的 GA102来的还要大，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说，此安培非彼安培，哈哈。那看完 Die Shot， 我们就该聊一下工艺制成了啊。其实刚刚 Die Shot 里看密度就已经暗示个七七八八了，但我们还缺一个实锤。怎么实锤呢？我们决定拿它去做一下 FibSam。这 Fib 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非常细的离子束把芯片切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芯片的断面了啊。然后用 SAM， 也就是扫描电子显微镜，你就可以看到埋在这底下的晶体管了。那我们这一次做的实际上是 STEM 扫描透射电镜，它比通常的 SAM 还要更清晰一点。我们之前在和影视飓风联投的这一期科普视频里面给大家演示过 FibSam，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啊。在这样的微观尺度下，可以测量出很多芯片的关键数据，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工艺制成了。简单来说啊，这个 T239和 GA107， 也就是30系显卡用的工艺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主要是差在 gate pitch， 也就是山级间距上面。那在 GA107 上啊，是有64纳米和68纳米2种规格的山级间距，这一点是符合三星8纳米的定义的。但是这个 T239 呢，我们就只测量出了68纳米的间距，这实际上是三星10纳米的规格
啊，我们做一个详细对比看啊，你也确实能看到它有些地方是和三星8纳米的定义能对上的，比如3+2 Fin， 还有8.6T 的走线宽度。那说起来，这个 GA107它也不是严格的三星8纳米，像 MMP 也就是金属层的最小间距，这个很关键的指标，不管是 GA107还是 T239，其实都和三星10纳米更接近啊。目前来看，这个所谓的8N 工艺啊，就是 NV 找三星定制的，基于10纳米，但也包含了一些8纳米的优化啊。但反正8纳米和10纳米嘛，本来就是同一个大节点，所以如果哪天 NV 跑出来说这个 T239是基于8N 工艺的，那其实也没什么好反驳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混合了三星10纳米和三星8纳米的一个工艺节点吧。那在我印象里啊，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台游戏机在上市之前定制芯片就被人扒得这么干净了啊！我们这一次也是豁出去了，爆肝出的全球首发。所以怎么说，你的点赞呢？你的转发收藏呢？赶紧都给我交出来了啊！好，目前看起来，之前爆料泄露的 T239的规格呢，基本都能和我们这次拆解对得上。看来这个泄密泄的还是挺保真的啊。那既然我们今天已经确定了 T239的硬件规格，是不是就可以大致推断出 Switch 2的性能了呢？其实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频率。哪怕知道 CPU、GPU 规格，频率不一样，性能也会不一样。好在这老任还有英伟达这两家的保密能力确实都不太行啊。前不久就有数据挖掘者挖到过疑似 T239的频率信息，掌机模式 CPU 1.1G，GPU 561兆，底座模式 CPU、GPU 都差不多是1G 赫兹，内存是6400MT 每秒的速率。那底座模式 CPU 频率反而更低，我感觉这个有点让人不太能想明白啊。但是总体来说，信息已经给的非常详细了。假设这个信息是正确的，我们就已经可以推测 Switch 2的性能了。当然，前提是它得是正确的啊。那反正我们就先基于这个模拟一下看看，给大家赛博斗蛐蛐一下。要是还有反转，就到时候再说吧。先来模拟一下显卡的性能。和 Switch 2的 T239规模上最接近的 GPU 还是笔记本的 RTX 2050。这是一张用着安培架构的20系笔记本显卡，它和3050都是用 GA107 核心的，但2050的显存只有64位，带宽低很多啊，这也比较接近 Switch 2的内存带宽。但是我说接近，这个差距依然是非常大的。2050的 GA107 有2048个库大，要想达到 T239 这个1536个库大的性能，我们就得把这张2050大幅降频。这卡墨屏能够 boost 到1600兆以上，而模拟 Switch 2底座模式啊，我们得降到755兆，掌机模式还得再降到421兆的低频。与此同时啊，显存也得降频一大截，哇，真的是直接腰斩了。折腾东折腾西，那这个 Switch 2到底模拟出来性能啥样呢？我们直接跑一个 SunnyMark Time Spy 对比一下 PC 显卡，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底座模式下，这个 T239就是一个带 DLSS 的1050 钛，而掌机模式呢是750钛的水平。Time Spy 可能不太适合跨平台对比，所以我们来跑一个特性更加新、对跨平台、跨架构更有参考性的 Still Nomad Lite 来对比更多 GPU 看看啊。那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Switch 2的这个底座模式的 GPU 性能，如果和移动端比的话，还算是能打了。它要比 iPhone 上现在最强的 A18 Pro 以及前几年的 M1都要来得更强一点，但是没有高通的8 Elite 来得强，这个也是意料之中吧。和桌面端比的话 ，T239跟满血 780M 核显都算是有点差距啊，可能跟掌机上功耗比较低一点的 780M 差不多吧，但是和 Xbox Series S 就差了很远很远了。那作为参考，我也放上2个主流游戏平台给大家看一看，这像是 PS5 的性能啊，还有这个 Steam 上最受欢迎的显卡3060啊，差不多这样啊，基本上就是 Switch 2底座模式4倍以上的性能吧。而 Switch 2的掌机模式确实相对要弱不少，但也有接近 Steam Deck 的水平，比起 PS4 的 GPU 还要再强一点。和手机比较的话呢，掌机模式大概是介于8+2和8+3之间。那如果是和 Switch 1代的 Tegra X1 比的话，这个 T239的提升确实是非常大的。底座模式 GPU 翻了7倍，掌机模式 GPU 翻了7.5倍啊！但是也不像英伟达宣传的那样有10倍的性能提升。我估计英伟达算那个10倍，应该是算上了 DLSS 的啊，这个老惯犯了啊。当然了，这 T239能够支持 DLSS 固然也很好，这确实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性能需求啊。
那么问题来了，它这个 GPU 性能实际玩游戏是个什么体验呢？我们继续拿2050笔记本降频来模拟一下啊。赛博朋克2077已经官宣要登陆 Switch 2了，并且在其他外媒的报道里，开发人员还给了具体的运行表现。底座模式下，目标都是借助 DLSS 超采来到 1080P， 性能模式40帧，质量模式30帧，而掌机模式的目标呢，是在性能模式下 720P 40帧，质量模式下 1080P 30帧。这个 720P 和 1080P 指的都是输出分辨率，不是渲染分辨率。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模拟一下看看啊，这个就是拿 PC 版模拟底座质量模式的画面效果了。开质量档 DLSS CNN 模型是可以做到低画质 1080P 30帧的，这个时候的原始渲染分辨率是 720P， 听起来似乎很烂，但实际看效果我倒是觉得还可以，挺清楚的了。这个很难想象是从 720P 超分超上来的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真正的 Switch 2版2077会采用动态分辨率的 DLSS， 不是像我这样固定档位的，所以在低负载下的画面呢，只会来得更清晰啊。然后啊，这个是底座性能模式的效果，开到 DLSS 性能档可以跑40帧，原始渲染分辨率大概540P。你别看这个渲染分辨率这么低，实际静态来说啊，这个效果看起来居然也还凑合啊，但是动起来呢，确实就比较模糊了。而掌机模式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缩到30帧来运行，画面还是这个水平。我觉得放在一个8英寸的屏幕上，可能也还行吧。反正 DLSS 确实是立大功了。那在座用手机看这个视频的同学，开到最高清晰度，你稍微凑近一点看，也能感受一个大概啊。相比之下，掌机性能模式就比较惨了，720P 性能档才能够跑40帧，那渲染就只有360P 了。眼见为实啊，你自己感受一下这个画质如何啊？一方面呢，我确实是有点被这个这么低的分辨率雷到啊。当然，另一方面讲呢，360P 居然也能输出这么一个凑合能玩的近视眼画质，你不告诉我，我觉得它至少也是有600P 以上的，这个真的要感谢 DLSS 了。当然，我们这里所有的模拟完全都是用 PC 版模拟的，实际的 Switch 2版呢，开发者还会做很多图形上的优化，运行的效果应该也会比我们模拟出来更好。我也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T239的硬件性能放在 PC 上大概咋样啊，这个不代表最终游戏就是这个水平啊。我们最后甚至还试了一下开路径追踪啊，毕竟 Switch 2也确实支持光追嘛，硬要跑肯定能跑动啊。你还别说啊，这光照效果确实真不错，就是帧数比较感人吧。超级性能档 DLSS 1080P 15帧电竞啊，就问你流不流畅吧。反正咱们也就图一乐了。这2077的模拟表现，其实论画质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这就不禁让我想问了，这个 Switch 2有没有可能跑得动黑神话悟空呢？哎，你还别说，它确实跑得动。如果你的要求只是30帧的话啊。那底座模式跑 1080P 低画质，开平衡档 DLSS， 也就是渲染626P， 哪怕在图形压力最高的开场这一段，也是能够稳定跑到30帧以上的。但想要更高的性能就非常难了，开超级性能档大概是能够跑40帧的，就是这个画质嘛，会感人很多啊。你看底下这个云，对吧？哎，这个效果确实一言难尽吧。而最老大难的还是掌机模式啊，哪怕开720P 低画质超级性能档 DLSS， 也就是240P 的渲染，都不能保证跑上30帧啊。这黑猴的门槛确实是很高啊。那我觉得登陆 Switch 2呢，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图形上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那有没有什么游戏是绝对不可能登陆 Switch 2的呢？你好，有的，那就是《怪物猎人：荒野》。以 Switch 2的性能，哪怕在底座模式下跑 720P 低画质超级性能档 DLSS， 糊成狗屎的荒野都不能保证全程30帧，有的地方甚至会掉到20帧以下。那如果是掌机模式，那直接全程歇逼了。哇，就卡表这坑爹优化 ，Switch 2是想都不用想了，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但同样是今年的大作《天国拯救2》就跑得很顺利啊！我们模拟底座模式 1080P 中画质，开性能档的 DLSS， 稳定跑到30到40帧；掌机模式 720P 中画质，性能档 DLSS 也能跑到30帧正常运行。那包括像《使命召唤》这种明星大作，你的《黑色行动6》和《战区2》呢，都是需要60帧才能畅玩多人的 FPS 啊，其实也是有机会登陆 Switch 2的。1080P 低画质超级性能档 DLSS 在目前的 PC 版的 COD 上已经可以跑50帧以上了。掌机模式 720P 超级性能跑个40几帧，稍微优化一下，应该也是有戏的。那看到这儿啊，你应该大致了解这个 T239的 GPU 图形性能是啥样的了，对吧？但还有一个没讲清楚的，就是它的 CPU。
8核的 A78C， 这个跟手机上的4A78加4A55比起来，听上去是一点也不寒酸啊。但问题啊，就是爆料的频率只有 1.1 赫兹，甚至底座模式还更低，才1 赫兹。这么低的主频，这个 CPU 到底是个什么性能呢？我们也拿一个别的机器来模拟一下。那 CPU 的模拟就要比 GPU 容易太多了，因为 T239在英伟达那边呢，本来就有一堆的小兄弟，他们的名字叫 Jetson Orin， 而我手上的 Orin NX 这个开发版啊，它的 CPU 规格和 T239是完全一样的，都是8核的 A78。当然了 ，Orin NX 用的是汽车和安全领域专用的 A78AE， 但是性能基本上是没多少区别的。我们把它锁在 1.1G 和1G 赫兹来跑一下 Geekbench 6看看，结果是这个样子的。比起还算能看的 GPU，T239 的这颗 CPU 就不太能打了。那对于开发者会做定向优化的游戏机来说，其实单核性能没有多核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主要看多核。那它这个多核其实性能依然谈不上好啊。哪怕和 Steam Deck 那颗4核的 Zen 2比 ，Switch 2的 CPU 也只有66%的性能。你要知道 ，Steam Deck 的 CPU 也就 PS5 一半的规模，已经很弱了。那 Switch 2还要比这个再弱不少，它差不多是接近 PC 上10多年前的笔记本 CPU i7 4700HQ 吧。和移动端比的话呢，就是855和 A12不到的水平。当然啊，即便是这样的性能，相比前代 Switch 的 Tegra X1，还有 PS4 上的美洲豹那俩大弱鸡 CPU， 这已经是飞跃了，跟初代 Switch 比都已经快6倍的性能了。本来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 CPU 太弱了，所以我决定啊，在 PC 上模拟一下这个 CPU 性能看看啊。我把一颗8核的 i7-10700KF 降频到了 1.4G 赫兹，然后关闭超线程，它的性能就基本上和 T239 的 CPU 差不多了。结果一跑游戏啊，就发现哇，这么烂一个 CPU， 好像还是比我预想的游戏性能要强的。2077啊，哪怕是完全没有任何针对性优化的 PC 版本，直接这么愣跑，也有30到40的 CPU 帧。当然，偶发的卡顿还有掉帧还是在所难免的。但在主机上啊，这些是没有那么难优化的。而黑神话悟空的情况甚至还更好一点，这么点 CPU 性能，居然还能跑40到50的 CPU 帧。就以 T239那点图形性能，平静甚至都轮不到这个 CPU 啊。那如果是优化能力非常强的开发者，比如说 id Software 他们的 Doom Eternal， 你在这么一个烂 CPU 上，甚至都能够跑到120帧的高刷帧率啊，完全利用上那块120赫兹屏了，可以。包括我还想问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就是 Switch 2的这个 CPU， 它能不能玩得动手游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台真我 Neo 7 SE， 它的 CPU 是天玑8400 Max， 这是唯一一颗用了8核 A7XX 核心的手机 CPU 啊，它是8个 A725， 把它 root 之后降频到1G 赫兹，基本上就和 Switch 2差不多了。那在这个性能下，很多的手游反而跑得不是特别顺啊。原神基本上须弥城跑图也就30多帧，不到40帧吧。明朝的话，大世界跑图也差不多是30到40帧，但一旦打架打了起来，也是会往下掉的，甚至会掉到20帧出头的样子啊。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 CPU 部分大家是用不着太担心的，因为 Switch 2它毕竟是主机。我们前面就说过 ，CPU 在游戏里的任务呢，主要就是逻辑运算和绘制调用。只要开发者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优化驱动开销 ，CPU 性能往往都是可以无损压榨出来的，有非常大的优化空间。所以像我们这样拿没有优化好的这种 PC 版还有手机版的游戏，其实并不能真实反映主机版的 CPU 帧。反而啊，这个 GPU 性能才是比较难办的。不管你是主机还是 PC， 要想大幅优化图形性能，就得降低画面的保真度，或多或少还是伴随着代价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游戏主机都会设计成低 U 高显啊。你就看看 PS4 那个弱鸡 CPU， 性能才 Switch 2的1/3，甚至都还能跑动30帧的2077啊，这想想也是挺不可思议的吧。行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让大家里里外外对于 Switch 2的硬件规格还有性能了解一下吧，应该干货还是挺多的吧。我们自从意外买到了这块主板之后啊，是忙前忙后忙了很久啊。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价值的话，就一定要给我们点赞、收藏、转发、关注我们极客湾这个频道，对我们来说就心满意足了。那 T239的规模这一块，我们这一次有 DieShot 和 Sam 的佐证，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频率这一些呢，毕竟还只是泄露和爆料，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持续跟踪 Switch 2的情况，有没有更新的信息，对吧？包括等机器上市之后，我们也会来玩一下，看看这个实际的游戏体验还有性能是什么样子的，就敬请期待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次
再见啦，拜拜。